你腿好了？我这个说法肯定没问题的。你这嘴从小就开过光。小梅。 来啦！啊，小梅，以前怎么没发现你会做这么多菜呢？看来都是为了某人特意学的吧？ 你以前哪有功夫关注小梅会不会做菜，吃你的饭？不过真是没想到，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去。但我跟你说啊，不是我事后诸葛亮，那会儿就觉得你们俩有戏。吃菜吧你，吃菜，多吃点啊，红玲，来。来，国华，我敬你一个。哎呀，这回带着红玲回来，是不是要见见爸妈呀？什么时候喝你们喜酒啊？啊？嘿，来，我敬你们俩一杯，恭喜！来，来，大伙儿一块儿碰一下。来，来。你说想想这事儿是好玩啊！哎，就当年在冰场的事儿，现在一闭眼就跟昨天一样。你说当年，春生画幅画，找春生查家，春生追姑娘，我到现在才明白，合着都是替你干的啊！我那会儿还傻不唧唧，我还琢磨，你说追姑娘这事儿还能有冒名顶替的吗？哎，他还真就有这事儿。怎么回事你啊？喝酒还堵不上你的嘴。红莲，甭搭理他。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啊？哦，我跟红玲还没商量这事儿，怎么着也得过段日子，起码等回了部队，然后就这几天。我和国华这么多年了，也没什么可拖了。就这几天吧，趁大家都在，我们就把事儿办了。到时候大家一起来喝个喜酒，你说呢，国华？啊，啊。还得说我们红玲，一点都没变，就跟当年在冰场，我跟你说就是。哎，行，你怎么老提冰场？嗯，你要想看我滑冰就直说啊，别老拐弯抹角的。谁想滑冰啊？我想。冰场现在还开吗？不能开了吧？开呀！怎么不开啊？那明儿去滑冰吧，估计也是最后一次了。我也想滑，去吧。行，那明儿2点，老地方见。来，大过年的，大伙儿一块儿喝一个，新年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国华，最近部队里还好吗？哦，还行，不好不坏，就那样吧。你怎么样？哎，你自己看吧。走还是能走，这跑就跑不动了。会好起来的。是，这种事儿急也急不得。其实我能走就很不错了。哎，这可多亏了小梅。你和小梅，你们俩的事儿真的确定了？说什么呢你？这种事儿还能有假的？当然确定了。那就好，真挺好的。哎，国华，你还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说过的那个书库里的那个姑娘？书库里。哦，想起来了，那会儿你还说要追人家。那姑娘就是小梅。小梅早就知道了，就我跟傻子一样，一直不知道。那你后来是怎么把小梅认出来的？她陪我回北京，陪我做手术，陪我复健。我要这还认不出她，那我真是瞎了心了。跟红丽好好过。红玲呢？说要回家拿点东西。哎，那春生跟小梅怎么没来啊？啊，他们说一会儿就来，让我们先玩着，别等他们了。啊。怎么了？肖春生呢？你滑不滑？你不滑，你干嘛来了？看见了？怎么着？开心了？你说够了吗？姐，郑哥，哎，国华呢？找他干什么？
车上，小梅。国华，我从部队回来以后，好久都没有听说过那边的事情了。怎么样？有空跟我念叨念叨。走。画一个。走。可真有意思。嗯？有时候真觉得咱们俩有点同病相怜。你看，主角从来都不是咱们，甭管是宴会上、部队里，哪怕是在冰场，咱们呀，永远都只能是人家的配角。光，从来都是打在他们身上，咱们俩就只能在这阴影里。你滑的还和之前一样好。早不如以前了。你怎么不追我了？小梅不喜欢滑那么快，所以习惯了。既然你这么不放心，刚刚何必让他们俩去滑呀？因为今儿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你听，是当时那首。旋律是没变，但和当时已经不是一首歌了。春生，我要结婚了，你听懂了吗？我要结婚了。国华，我当上医生了，你知道吗？这刚听你说呀，恭喜啊！那我以前是当护士的，这你知道吧？知道。以前我是一心想当医生的，觉得护理工作，毕竟这是照顾人的活儿，没有专业医生体面。就像你说的，他们是医院里的配角，光不是打在他们身上的。但是，当我真正当上医生之后，我才发现，护理工作其实是非常可贵的。我做护理的时候，什么都要为患者考虑，病房里通不通风，吵不吵，病人今天中午吃什么，多久要考虑换床单被罩，细碎的活都要做。后来当上医生之后，我才发现，正是这些细碎的活塑造了我，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候，我都是把病人放在第一位的。在我看来，我不仅仅是在为他们治疗，我更是在照顾他们，让他们尽量有尊严地生活在医院里。但如果一开始我就是医生呢？如果我一开始就是故事里的主角呢？那我的脑子里恐怕就只剩下如何要站得更高，如何变得更强，光要打在我身上，那也就不再是现在的我了。所以国华，有时候
只是时机而已。时机对了，有没有光，其实都没那么重要了。那站在阴影里头还凉快呢，是不是？你活的倒是真明白啊！我再多问一嘴啊，你就这么相信他？嗯。肖春生，你当年一封信就把我给甩了，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当然不会，文莲儿，我爱过你，我永远都不会否认。那你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你看，就像这一片什刹海，我们年轻的时候也经常来这儿滑冰，可是现在也来的少了。不是说什刹海不重要了，而是我们生命里都有了更重要的东西。你确定是佟小梅？如果当初追上火车的人是我，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文莲儿，没有可是了。就像我跟你说过的，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选的。既然已经选了，就别后悔，不要回头了。走吧。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憧憬着长大后的样子。阳光暖暖的呵护它发芽，波光粼粼中升华。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上面写一个蓝色故事，故事里面有我们的模样。你在讲，我在听。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烟火人间看不见尘埃。愿未来对我慷慨这片海，一起看潮落潮来。愿热爱温暖所有的等待，哭着笑着娓娓道来。愿世界一如既往的精彩，蔚蓝的光洒向那片海。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烟火人间看不见尘埃。愿未来对我慷慨这片海，一起看潮落潮来。愿热爱温暖所有的等待，哭着笑着娓娓道来。愿世界一如既往的精彩，蔚蓝的光洒向那片海。走了，回见。胡同的雪景真美啊！喜欢吗？喜欢。打小就住在部队大院里，难免住腻了。这胡同多好啊，门挨着门，院挨着院，街坊邻里都亲切。在这里，感觉心静、踏实。
生，其实我不太会滑冰的。你上一次滑得很好啊。那是因为你拉着我。我一样会拉着你。你还是教教我吧。不教。为什么呀？为什么不教？你说话呀！你傻呀？什么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怎么不回人话呢？啊？为什么不教？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全是灰。没想到啊，真是一点都没变。是啊。哎，他还在啊，真怀念。哎呦！我记得我当时经常来这儿看书，我就想着是哪位志同道合的小英雄啊，没想到是你这个小同志啊！哼。对，是我这位同志。怎么，你不满意啊？满意，满意，特别满意。其实当时吧，我根本就没看见你，我就只看见一个身影儿，还是一晃而过。不过我当时就可以判定，这一定是一特漂亮的姑娘。拉倒吧，就你油嘴滑舌的。啊？哎，走了？生气了？谁生气了？哎，当年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啊？哎，我当年说什么了？我怎么不记得了？要不你提醒我两句？行行行行行，我认错，我承认错误，我骗了你。什么？我当时跟你说，是我看到那个姑娘是贺红玲儿，我撒谎了。我知道，因为当年你喜欢她。是，所以我才这么跟你说。我明白。但实际上，我很早就知道不是她了。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做同样一个梦，在梦里，我一直追着一个姑娘的脚步，我就一直追着她，就像追着我的梦想一样。可是我一直都看不清她的脸。每次在我以为我要追到她的时候，她就消失了。直到有一天，我终于看到了她。雪花飘落在这一夜，还没看清梦中的脸。小梅，寻到星空下的海边，捡起被飘落的书签，陪你度过以后长长的路，看那盛开的花摇曳在山谷，
知道我醒过来第一反应是什么吗？是什么？幸好是你。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并不是因为你陪我回北京，陪我复健，我才爱上你的。也许更早，早在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我就已经爱上你了。齐天说的很对，他说我这个人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的，但其实特别害怕面对自己的内心。而每个人在遇到自己害怕的事儿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躲起来，不敢面对。这是我的问题，我这么多年一直不敢正视这件事儿，才会让你一个人为了我默默等待这么多年。小梅，我从部队回来以后，很多事情我都想明白了。以后那些该我去承担、该我去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会尽全力的去做好。你明白吗？哎呦，你看你又哭又笑的，小傻瓜。小梅，咱们结婚吧。
北京，新的一年飞速而过。肖春生和童小梅的感情越来越好。叶国华和贺红玲在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之后，回到了部队。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各自认真地努力着。没有人停下发展的脚步，每一个人都像北京初春柔韧的柳枝一般，不断地攀援、成长。小六，小龙，小三，哎呦，哎呀，好好看啊！黑了，小六，我向东，瘦了呀？怎么？哎，就你们俩臭小子最磨蹭了，我们哥儿几个就蹲你们俩了。回来了，哎，大哥，你的腿没事了吧？没事，都好了。是不是？咱哥几个又凑齐了，接着吃下北京城啊！啊，得了吧！哎，你们俩回来有什么打算啊？我俩等分配吧。要是实在没事干，就学着天哥做点小买卖。对，行，做小买卖也挺好的。哎，你们俩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说，甭客气。放心哥，谁跟你客气？行，走，回家。来哥，我来，走。小慧成为首席模特后，忙于应酬演出，几乎不着家。黑子的猜忌心再次作祟。有人吗？快开门！来了，我是小慧的同事，您这是肖春生家吗？是啊。黑子带人砸了我们服装发布会，小慧让我来找肖春生，说他能拦得住。就是他打人了。黑子，就是他。放手。那男的也太混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跑上台就往死里揍小慧，还要把衣服都给扯下来。他本来就没穿什么。小慧呢？在后台化妆间呢，谁也不肯见。我去看看他家。小慧儿，小慧儿是我燕秋姐。进来。小慧儿。姐，等会出来，把这给。这什么呀？黑子，想跟我结婚吗？想，做梦都想。
过来，小慧，小慧，黑子这次是混蛋啊，欠教育。你要离婚，姐不劝你。但这离婚的事儿吧，你是不是应该等他出来见一面再说呀？结婚是2个人的事儿，离婚也是，你们总得在一起画个句号吧？我走就是句号。姐，你看看我的脸，你看我这张脸。这么多年了，我不管他心里怎么想的，但是我心里清楚，我是要真心跟他好好过日子的。是，我们都知道，黑子也知道，这些年这外头这些男人是，没错，有想勾搭我的，有想跟我怎么着的，还有女的跟我说找男的吧，要么图长得精神好看，要么就图有钱有本事能当大哥，好像他们就觉得女的只能跟这样的男的。但我不是这种人呐。是，都知道。算了，我跟他们说不着这些。姐，这些年你也看见了，我和他真是没少打。你知道我们俩当时是怎么认识的吗？好像我记得你说过是你救了黑子。八一湖，当年有个小孩掉水里了，再下去救。你说他脑子是不是缺根弦啊？他自己都不会游泳，差点没给淹死，得亏遇见我了。我费了半天劲给他捞上来，还给他做了人工呼吸。人是没事了，就是不醒。他当时跟现在不一样，特瘦，小脸蜡黄，头发湿着，一根根支棱着，还咬着牙，就特像那7、8岁不肯认错的倒霉孩子。我当时心里边吧，也不知道怎么就动了一下，我就觉得他特像我弟弟。你还有弟弟呢？没有，只有哥，还一个比一不是东西。后来他就醒了，第一眼看见我给吓一跳。我不正抱着他吗？他才反应过来，那脸腾的一下就红了。黑子还会脸红呢？通红。也不知道那倒霉玩意儿心里琢磨什么呢。后来他跟我说他第一眼就爱上我了。当时我也是。小慧儿，要不没事儿，姐，都结束了，挺好，真挺好。当年结婚是我一个人做的决定，现在离婚，我一个人也能解决。我和他后会无期。慧儿，姐，我走了。慧儿。
我就这么跟你们说，你想想，咱全军现在400万人，守护咱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咱的10亿人民，这摊下来，哪个军人肩膀上的担子那不是1000斤重啊？哪个部队单拎出来不是战功赫赫？哎，说裁军呐，哎，真裁。行了，我倒是觉得呀，有魄力。你们想啊，咱们国家现在已经和平30多年了，国家未来肯定把这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哎呀，军令如山呐，我们军人打仗的时候指哪儿打哪儿，不打仗的时候让干嘛干嘛。哥们儿想好了，哥们儿以后啊，虽然不能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了，那就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嘿，哎，对了，国华这次会不会在裁军的队伍里啊？哎，国华，红军儿，你甭瞎操心。我这么跟你说吧，咱叶副营长啊，稳如泰山。对，你想想，咱这去军队这几个兄弟里头，就属国华哥混得最好。嗨，但话说回来了，咱跟人家国华哥没法比，人家什么家庭出身啊？我国华哥自个儿还努力上进，再赶上现在这好时运。对，哎，我表个态啊，我小六，我是羡慕国华哥。哎，春生哥。哎呀，春生哥，不好意思啊，来晚了，不好意思啊，都到齐了，不好意思。嘿，你们哥俩都回来这么久了，复原的事儿安排的怎么样了？都落听了，春生哥还没跟你汇报呢。我俩倒腾点电器，最近开了一小买卖，生意还不错。哎呦，不错不错。春生哥，我得拾掇你2句啊，让你领导等这么半天，不合适啊。对呀，哎，我告诉你啊，我们兄弟之间的情感不容挑拨。就是，哎，坐，都坐。这个红军，你坐这儿。不，我，你就坐这儿。今儿是你的好日子，你是主角儿，稳稳的坐住喽。哎，没事，挂这儿就行了。哎呀，都到齐了。哎，红军，来，满上。天儿哥，哎，进，天儿倒一下。哎，大家都到齐了，我说2句啊。今儿大家聚在一起，为了祝贺红军荣升处长啊！红军是我们这群人里面最有出息的，这打小就聪明，学习成绩好，特别是我们国家恢复高考之后啊，刻苦学习，考上了名校，还当上了那个什么啊学生会主席。当然，这一切啊都要归功于叶芳的慧眼识珠啊，芳子，感谢你一直对红军的督促，这一杯我单独敬你，希望你以后继续督促红军努力上进啊！好，来，我干了。这一杯酒，我要敬一下我姐和天儿哥，祝你们越来越幸福。哎呀，春生这酒量，你放心，春生啊，我肯定努力，一定让他们娘俩过上好日子。必须的。姐，你是有……哎呦，不，你别听他瞎叨叨啊，这八字没一撇呢，瞎叨叨呢。我能不叨叨吗？这以后真要是有了孩子，那我这心里头啊没别人，都是你们娘俩。天儿哥，没想到结了婚以后，你倒是个细心的。那是，那你天儿哥我，铁汉柔情，我粗中还有戏呀，是不是？嗨，喝酒吧，赶紧的，来，满上，来，满上，来，满上，我给你满上。来，哎，天儿哥，来，红军，来，高兴了，其实，来。没事，没喝多。喝点水。咱们俩要个孩子吧？我说过我不想要孩子。那到底是为什么呀？你给我个理由。
随便动人东西呢？我动谁的东西了？我动我闺女东西怎么不行啊？这是我的日记，你怎么能不经我同意就翻我东西？回来啦，阿姨。沈涛，快进，外边挺冷的吧？哦，快坐。怎么看你又长个了？哦，您瘦了，给您带点那个。哎呀，那么客气干什么？快把大衣脱了，我一会儿出去该感冒了。你妈你爸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您吃了吗？吃完了。我用嘴。谢谢。我不会是一个好母亲。不，你会，你肯定是个好母亲。你就当心疼我，行吗？红娟儿，咱们婚前说的清清楚楚，我不想要孩子，你也答应了。我是答应你了，那我答应你，是因为我爱你。你不能仗着我爱你你就欺负我吧？我爱你，我什么事儿都可以做，我连强奸的骂名我都背了，是不是？那你总得体谅我的感受吧？陈红娟儿，你别蹬鼻子上脸啊！你当官走仕途的事儿我已经让步了，这件事儿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当初问过你的意见，你如果不愿意，当初就不应该答应。现在答应了又反悔，你还像不像个男人？你说什么呢？我像不像个男人？我不像男人，那谁像男人啊？啊？谁像男人？他肖春生吗？那你为什么当初不找他去啊？我们彼此冷静一下，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叶芳，你爱我吗？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爱过我？你只希望找一个能死心塌地陪在你身边的人。这个人可以不是我陈红军，可以是李红军、刘红军、赵红军，是不是？你只希望找一个能听你话、任你摆布的傀儡。红娟儿，除了孩子，我都可以给你。这段婚姻，你永远有反悔的权利。团长，听说马上就要大裁军了，文工团可能要被裁撤，这消息是真的吗？红玲，你是团里的老人了，如果是真的，你可不要有抵触情绪，你还得协助我做其他人的思想工作呢。嗯，我明白。可是说句心里话，我真的不想离开部队。我知道。你是咱们这儿的业务尖子，如果能留下来，肯定有更好的发展。但是，这是时代的需要，我们无法左右。团长，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现在部队人员调整，有很多事儿，我也做不了主。其实是有一些骨干名额可以留下来的，但最后还是得听组织上的意见。
您的意思是，红玲，你回去啊，还是跟家人好好商量商量吧。我一直知道你在艺术上有自己的追求。记住我一句话，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好好的练琴，可千万别放弃，啊。我会的。红玲，部队里有马上就要大裁军的说法了，你有什么想法？我当然不想走啊，能留在文工团是我唯一的目标。我不像你，你现在已经是副营级干部了，军区首长都很重视你。即使你合并到其他军区，以你的能力，职位也是只高不低。我就不一样了。如果文工团被裁撤，我必须得脱军装。我今天去问黄团长了，他说咱们团是有机会可以留下几个业务骨干的。国华，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红玲，咱们一定要留在部队吗？红军在北京已经当上领导了，我听说其他人下海做生意，混得也都不错。时代不一样了，咱们的选择更多了。可是不管怎么说，从小到大，我唯一一个凭自己本事受到认可的地方，就是在部队。如果有得选，我一定不走。过几天咱们先回趟家吧。哎，国华哥，来，接着喝吧。不喝了，不喝了，连喝1星期了，不晕我还晕呢。晕什么晕呀？咱们兄弟都多长时间没见了？那不得连喝1个月啊？红军儿，你这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当官这派一下就出来了。官儿什么官儿啊？咱就是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的。我跟你说，国华，这俩小子，他们算是赚着了。开店的开店，做生意的做生意，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的。我这算什么呀？什么都不算。是吗？小买卖，小买卖。国华呀，你小子以前和春生，那是咱院里的这个。我们哥几个没有不服你们的，没有。那一出门吆五喝六的，嘿，威风着呢。但是呀，没想到吧，10来年过去了，红军儿成了咱们这儿爬得最高的了。啊！人家春生现在好着呢，找他帮忙的人也多，比我这个处长还忙。这不，忙得连兄弟聚会都没空了。哎，还有那齐天儿，4、9成的天儿哥，那以前是个什么角儿啊？那和黑子、起子、瓶盖那都是倒爷。那现在呢，人家是最会做买卖的。而我呢，最不起眼的向东，现在呀，不好不坏，也赚了点钱。东子，咱就不说别人了啊，你复员下海这条路算是走对了。国家现在就在提倡复员和转业军人要投入到各行各业继续当业务骨干，你这属于响应国家号召。而且你想想，这要是还跟部队，什么时候能给媳妇儿住上小洋房啊？这攒多少年工资？哎呀，可不嘛！要是搁10年前，打死我也想不到我自己能有今天。我退伍那时候，哎，哥几个记得不？我这一听说不当兵不打仗了，我整个是懵的。我就琢磨，我以后能干什么？哎，我还和小六说来着，六，你记得不？他那天拉着我上街，喝了一晚上，死活不让我回家，你还记着吗？一脸愁的，说呀，说六啊，咱这复员回来，我怎么抬得起头啊？所以啊，人呐不能往回看，看了呀就得笑啊。现在啊，路不是只有一条了，能赚钱也了不起。还真是，你说现在时代变了，以前这个当兵、当工人进体制，那是最时髦、最让人家尊敬的，是不是？现在怎么着了？这个最好使，
不是那个，瓜，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可不是说你呢，你跟这些都不一样。你是叶副营长是吧？等这大裁军的政策一下来，以你叶国华的名头到那新军区一上任，必须给你个正团级。对，来，敬业团。对，敬业团，敬业团，来。韩东，我就问你一句话啊，拿我这个营长换你现在干的生意，你换吗？这，哎呀，国华哥，你这不是给我挖坑呢吗？啊，换呐，为什么不换？不换白不换。不过东子，你这话说的有点问题啊！你敢说叶副营长给你挖坑？罚酒。喝，我错了，我干了，好吧？但是国华哥，说句心里话，你条件比我们都好，你要是下海做生意，比我们哥几个做的都大。哎，行了，国华呀，到哪儿都差不了。来，喝酒，来。喝点水吧。凭什么呀？他们能日进斗金，成万元户，我叶国华不能，我还能比他们差了？还有肖春生，聚会也不来见我。我老婆比他们的老婆都好看。你要是心里不平衡，就跟大伙儿打声招呼，咱明儿就回部队吧。不就是赚钱吗？万元户，我叶国华出手，那10万100万都不在话下。妈，起晚了，差点忘了还要陪您出门了。你昨天几点回来的？喝那么多干什么呀？高兴呗。哎，红玲呢？一早就出去了，说是看看火车票。记住了啊，以后高兴也不能喝那么多。哎，您说他这么着急回去干嘛呀？妈，这要裁军了，您说？切，裁军也裁不到你这叶副营长头上呀，操那心干嘛呀？不过红玲他们文工团可能够呛吧？嗯。妈，现在国家号召全民经商致富，其实转业回来做做生意也挺不错的啊。你这小脑子又转什么呢？想转业？妈，这不国家有政策吗？让老百姓富起来。也不是不行，咱们老叶家在国家号召面前做个表率，那也是应该的。妈，您也这么想？妈也有私心。你要是跟红玲能早点回北京，回到我们身边，我们也高兴。妈，您放心吧，就您儿子这能耐，甭管干什么，那都得是领头兵。真的？啊。那给我生孙子这个事儿，这领头兵也没起作用啊。以后啊，回来别老跟那帮这狐朋狗友的瞎混，听见没？哎。你这小买卖做的还挺红火。哎呀，特别是买菜啊，你看大伙儿多方便。天儿，
你这事儿办得好。哎呦，够了够了！来，阿姨。哎呦呦呦，拿着拿多了着，新来的新鲜啊。红玲啊，常年不在您身边，那我们就得多照顾着您。我其他什么人你知道，我让您收着您就收着，您甭跟我客气啊。嗨，我上回来你就给我拿了些鸡蛋，这回你又拿这么些，我要是多来几次，你的店还开不开？哟，你太瞧不起我们这店了，这点东西不至于啊。齐天，哟，你怎么回来了？红玲，你看又给我拿了这么些。妈，您就收下吧。和国华回来过节，这几天忙着，都没顾上跟你们打招呼。齐天，谢谢你啊。跟我客气什么呀？燕秋姐最近挺好的吧？好着呢，有我伺候她能不好吗？好吃好喝都给她了，比上回你们见面胖了能有个7、8斤。你这日子过的，现在开店做生意也是吃喝不愁了。等燕秋姐她怀上，将来也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大伙儿可都羡慕呢。哎，这有什么可羡慕？你跟国华什么时候要孩子？啊，他们还年轻，不着急。天儿，我跟红玲先回去了，谢谢你的菜啊。哎呀，您客气，阿姨，那你们慢走。哎，谢谢啊。没事，您客气。你明儿就走啊？部队还有事儿，得回去了。我前一阵子啊去找大夫看我那头疼，我顺便把你的情况跟他说了一下。大夫说呀，最好能开一帖中药调理调理。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爱喝中药。这女孩子她就得养，你身体损伤那么大，你不喝点药补一补，那以后年纪大了，那什么毛病都会落身上，你到时候补都来不及。行，下次吧，下次回来我听您的，去开点药试试。本来呀，有国华陪着你在部队，我是放心的。可是不知怎么的，上次生病以后，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我安不下心来。您又多想了是不是？龙叔说您最近总失眠，是不是不睡觉净瞎想了？年纪大了，睡眠前别听他。妈，我们最近部队里有裁军的说法，我们文工团很有可能会被裁撤。啊？那你怎么办呢？现在还没个准数呢，回去我再跟国华商量商量。要是他肯帮我想办法，我就一定能留下来。那你这么多年，你得了那么多的奖，那么多的荣誉，你这一走不什么都没了呀？黄团说了，会有名额留给像我这样的业务骨干的。到时候如果合并到了新军区，这些不但不会没有，说不定还能提拔呢。真的？也对，国华都已经是副营了，肯定没问题。哎，你俩要是到了新的地方，再试试啊。到时候再说吧。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我没别的指望，我就指望着你这辈子能幸幸福福的。你说你小时候受了那么多的苦，妈就希望你就这么顺顺利利、没病没痛的下去。放心吧，妈，我一定会幸福的。哟，领导视察工作啊？如入凡平吧。哎，我刚才看见冯阿姨还有红玲了，她回来了。可不，刚从这儿走。回来了，她也不说一声啊。我估摸着啊，他看小梅跟春生刚好，才不想见他们。哎，对了，我还有件事想问你，黑子跟小慧的事儿，就这么着，咱俩不帮着劝劝？劝，我劝什么劝呀？我没打黑子一顿，就算我对他心慈手软了。你看他怎么对人小慧的？但凡他对小慧好那么一点，人家都不至于走。他知道他这次错了，而且我觉得慧儿心里还有他呀。媳妇儿，这个事儿啊，咱们管不了。我当大哥的都管不了，你操什么心啊？啊，行，听你的，听你的。哎呦，
晚上凉拌西红柿吃不吃啊？吃啊，你做什么我吃什么。这是什么事儿啊？不会是真裁军吧？那咱们干啥去啊？裁军的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咱们文工团真的全部裁撤吗？听说今天就要下红头文件，这事儿啊，十有八九都是真的。要不你问问红玲吧，她老公不是副营吗？一定知道点什么。红玲，裁军的事儿你知道吗？我也不太清楚。这么大的事儿，叶副营长没给你透点风声？如果要是真的，一定会下红头文件的。咱们还是等通知吧。怎么等啊？裁军第一个裁的肯定就是咱们文工团，要是等他们都下通知了，咱就没地儿去了呀。红玲，你是不是早就有安排了？我是真的不太清楚，你们问我也没用啊。哎，团长来了。起立。裁军的消息，我们刚刚拿到了宣布的命令。我知道大家都舍不得离开这里，但是这是国家基于时代的变革做出的战略性的调整。身为一名军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尊重并服从命令。即使是离开军营，我希望你们都要坚守军人的信仰，继续去祖国的各行各业发光发热。另外，团里决定举行最后一次文艺汇演，军区的领导还有战斗英雄都会过来观看。希望你们站好最后一班岗，为大家献上最后一次完美的演出。是。文工团即将解散，大家全力以赴准备最后一场汇演。陈灿因往日种种，也主动向贺红玲道歉。曾经的不睦化为了战友间的不舍，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来了。郭华，文工团已经确定要裁撤了。你想让我去说一嘴，帮你留下和到新军区去？你不愿意吗？不是不愿意，红玲，我已经决定要回北京了。转业报告我已经打好了，你就跟我一块回去吧。你打转业报告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啊？而且我都说了，我不想脱下这身军装。你留下能做什么呢？现在是国家向经济社会转轨的时候，这是时代的浪潮。咱们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去选择，不好吗？我不懂什么时代的浪潮，我只知道你回了趟大院，你看到以前的兄弟们都发达了，你心里不平衡，你也做起了发财梦。国华，你不想留在部队，我不逼你，可是你为什么也不给我这个机会啊？我要回北京是为什么呀？不还是为了你，为了咱们的将来吗？你说你非要一个人留在这儿，那咱俩不就得一直分开了？这以后怎么办啊？再说了，部队有命令，我们就要执行。要是早知道迟早要脱下这身军装，我又何必走到今天？黑子哥，黑子哥，黑子哥，快，出事儿了！黑子哥，黑子哥，咱这批货让海关给扣了，咱们兄弟全部价值可都砸进去了，你快想想办法呀！货让扣了，全扣了，怎么回事啊？不知道啊。哥，不是哥，你干嘛去啊？你现在可不能让海关冒头，
咱做的可不是什么合理合法的生意。你忘了三哥还有李善游的前车之鉴了？倒了霉了，我操！哟，哎，黑子，下班了，春生啊，您怎么来了？嗨，我朋友啊给我拿了点老家特产，我就寻思着给咱哥几个都分一点，尝个鲜儿。行，走，上去坐坐吧。哎，好。走走走。来，喝水啊。哎，春生，最近海关的工作挺好的吧？挺好的呀，有红军照应着。黑子，你今儿找我来，是不是有事儿啊？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了，虽然比不上你和天儿哥，但如果你有什么事儿的话，可以直说。哎，前提是只要不是违法违纪的，我会尽力帮你办。啊嗨，那不能，就是吧，我有批货，最近让海关给扣下了。我这不是寻思着，你要是方便，就帮我打听打听，问问，是什么东西？就是香港进的一批货，之前一直也进，什么事儿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这回就给扣下了。就这事儿啊？就这事儿，我也是刚得着消息嘛。行，我帮你问一下，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先帮你跟那边打个招呼，啊。太感谢了，春生，你受累吧，帮我问一问，好吧？没事，客气，谢谢。你这样，你也刚下班，你就赶紧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你了，我走了。哎，黑子啊，来，这个你拿。别，这给你拿的，这拿着。你这，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啊，就直接跟我说，咱兄弟之间用不着这样。你那边我去帮你打探一下，你放心，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你的生意，啊。春生，这回真是劳你费心了。这回这批货啊，是我跟我那帮兄弟所有的家底儿，这里边还有小慧儿的钱。我是想着，要是能把钱拿回来，要是还能再见着他，我想把钱还给他。放心。你说你还练什么？再练，不也就是最后一场演出了？就算是最后一场演出，我要尽全力。说句掏心窝的话，我也舍不得部队，待了这么多年，有感情。那让你去成都军区，还升你职位，你为什么不去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有我的打算。再说了，北京那边爸妈把咱屋子都给咱收拾好了，你身子一直不太好，正好跟我回去调养调养。说到底，你就是自己不想留下，也不想帮我。那你说我能怎么办？跟上头申请把你一人调过去，然后我自己回北京，那咱俩这日子还过不过了？我先不想说这个了，我就想把最后一场演出演好。红玲，咱俩现在是一体的，你提任何要求之前，是不是也应该想想我呀？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这是不可逆的命运浪潮，咱们换条路子走，一样也能走得好。你别岔开话题，你就是自己想回去赚钱，你心服了。我叶国华是那种只看重钱的人吗？
我就是想向别人证明，不管做什么，我都不会比人差。我知道，在这儿你是业务骨干，你觉得自己留下来还能有发展，怕出去之后转业没把握。这样好不好？回来北京，我多替你联系几家乐团。你不就是想拉琴吗？咱们就去考试面试，你这水平到哪儿都没问题啊。反正你也留不了部队了，你说你跟我犟什么呀？我没犟，这是最后一场演出了，无论如何我也要站好自己最后一班岗。随你吧，反正报告我已经打好了，到时候你肯定得跟我一块儿回北京。红玲，毕竟北京是咱家，咱们的根儿在那儿，回去对你对我都好。喂，你好，我找一下仓库的小刘。喂，您好，请问您是？哎，小刘啊，是我，春生。啊，组长，您找我有事儿啊？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呢，他有一批货跟我说被扣在了海关，我就想问你一下，帮我查一下什么原因。好，我马上给您看看。您朋友叫什么名字？郭黑子。组长，您朋友这个事儿有点难办。小刘，什么意思啊？是走私，组长您可别管。行，我知道了。辛苦了，小刘。没事。黑子啊，问你个事儿。多久了？啊？那是春生，你这老说我听不懂的话，这什么叫多久了？哟，港货呢？内地不常见呀。33箱万宝路，折合人民币13万元。你知道判多少年吗？黑子，你到底怎么想的？之前外汇券的事儿险些被咬了手，怎么还是不长教训啊？你是真要把自己折进去你才甘心吗？你怎么就是不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啊？怎么着算踏踏实实过日子呀？啊，学我天哥，每天守一小卖部，2块8毛挣钱，3板2倒，老婆孩子热炕头，再养一堆胡同串子，这叫踏踏实实过日子？我媳妇儿跑了，我没媳妇儿了。春生，你是属于生下来家庭都挺好那波的，你不知道我们这帮胡同串子呀，为了往上走一步，就是一小步，我们得付出多少代价呀？你不懂。黑子，我知道你心里特别不服我们，你觉得我们这帮人都是公子哥儿，不劳而获。别人我不敢说，但我肖春生走到今天的每一步，都是我一步一个脚印自己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有资格跟你说这个道理。
人生没有捷径，一个汗珠摔8瓣挣钱，才能踏踏实实过日子，才能堂堂正正的活着。